最近大家都知道了微塑料或者纳米塑料给人类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健康方面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我们今天给大家教一招事半功倍的方法，很简单，但是能有效的清除绝大部分纳米塑料、微塑料，保护你长久的健康。微塑料在哪里？你知道吗？不管你了解不了解，它对人类的影响一直就在你身边，没有离开过。那100多年前，人类发明了塑料制品，100多年以后，人们发现呢，自己不得不面对这个双刃剑带来的威胁，因为它已经严重的损害到人的健康了。看看你的家里，看看你的厨房，有多少食品是用塑料制品包装存放的？有多少塑料餐具？从我们穿的衣物到住的房屋、日常用品，小到牙膏、洗面奶，大到我们呼吸的空气，微塑料、纳米塑料无处不在，包围着人的生活。它们一直在那里，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都无法摆脱它。只不过最近的几篇研究文章，让人们更多的了解了它的存在，比较确切的认识到它对人类带来的危害，从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而已。研究人员呢，已经在血液、血管壁、肝脏、肺、皮肤、毛发，甚至母乳中都发现了微塑料。它就在我们的身体中，就在我们周围，吃的食物、穿的衣服、用的物品上，不管你是谁，都不能避免。微塑料对健康的危害，人们对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它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危害人体的健康，包括炎症、氧化应激、细胞损伤、影响免疫系统，以及作为有毒物质的载体。纳米和微米级的塑料颗粒可以诱导细胞凋亡，造成细胞的损伤，在体内引发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这跟多种慢性疾病有关，这是最常被报告的健康影响。正如我们刚才说过的，它会在各种内脏器官中蓄积，对肝脏、肾脏和肺产生影响，导致组织发生变化，对人的免疫力有影响。一些研究表明，长期接触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可能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反应。塑料微粒在体内聚集，可能导致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肺癌、哮喘和过敏性肺炎。它们会损坏线粒体，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从而减少细胞能量的产生，进而增加患各种退行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如阿尔茨海默病或者中风。它们还会作为有毒物质和病原体的载体，吸附环境中有害的化学物质，将这些有害物质带入到人体，毒害人体的器官。它们的确是对人类健康的巨大隐患。有什么办法能够排出身体中的微塑料呢？目前没有明确的方法或者临床实验能够证实有效去除已经进入人体组织的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如果说排出的话，只能依靠身体自身的排毒过程。有人推荐用保健品来排出身体的微塑料颗粒，那是美好的幻想。保健品的加工和包装只会给身体带进去更多的塑料微粒，除了能够推销保健品，再没有其他的作用。有人说食用高含硫食物可以帮助身体排出体内的微塑料，但是没有具体的研究表明高硫食物能够直接清除体内的微塑料，没有特定的高硫食物跟微塑料的清除相联系。含硫食物，比如说大部分常见的蔬菜，能促进内源性谷胱甘肽的产生。谷胱甘肽呢，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损伤，参与肝脏的解毒，但是它并不能排除体内的塑料微粒。所以说含硫蔬菜能排出体内微塑料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夸大和故弄玄虚。但是呢，多食用各种蔬菜是很有好处的，它是均衡饮食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排毒，而且膳食纤维确实能参与排毒。如果非要找出一种排出塑料微粒的方法，人体有天然的清除机制。研究表明呢，如果微塑料进入到体内，大部分会通过粪便排出，多食用蔬菜会帮助这个过程。膳食纤维能帮助排出这些物质，包括微塑料。一些更小的微塑料颗粒可能被肝脏吸收，然后通过胆汁分泌到肠道，最终随粪便排出。还有一小部分微塑料降解产物有可能通过肾脏过滤并经尿液排出。但是跟排出相比，最好的办法是减少进一步的吸收。微塑料和纳米塑料从来源上说有2个产生途径，一个是通过塑料制品降解产生的，这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衣食住行所依赖的一大部分产品是塑料材质的，都是石油加工的衍生品。第二是人工有意生产的，比如说化妆品、牙膏、清洗剂、工业材料中的塑料微粒成分。不管它们来源如何，进入自然环境之后，最主要的汇聚地是水体，
通过人类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雨水进入江河湖海，当然包括人的饮用水源。它们不仅影响人，也影响各种动物。比如研究人员发现呢，各种水产品是微塑料和纳米塑料重要的来源。从食物链底端的掠食性动物，比如说贝类、虾蟹，逐步向食物链上层富集。人类呢，作为食物链的顶端，是这些塑料微粒最终的汇聚地，通过水产品、海鲜进入到体内。比如据统计，欧洲亩地每人每年仅通过食用贝类就可能摄入约11000个微塑料颗粒，这还不包括其他海产品。这并不是说海鲜和水产品就不能食用了，只是提醒你，海鲜和水产品同样含有微塑料和纳米塑料。除了水产品，另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是饮用水。即使是瓶装的纯净水也没有那么纯净。研究表明呢，瓶装水可能含有比自来水更高浓度的微塑料，所以要优先选择自来水。如果说人们可以选择减少食用水产品的话，饮水是无法减少的。平均一个人一年要饮用上千升饮水，所以净化饮用水是减少纳米塑料和微塑料的重要途径。怎么样净化饮用水呢？说出来简单的让人不敢相信，尤其是华人。他们受益于从古到今沿袭下来的好习惯，就是水一定要烧开再饮用。研究人员发现呢，硬水煮沸2到5分钟，然后用滤纸过滤一下，可以去除水中80%到90%的微塑料和纳米塑料。那硬水呢，还有高浓度的钙、镁等矿物质，容易产生水垢。具有硬水的城市很多，比如多伦多、圣安东尼奥、坦帕、盐湖城等等。而软水呢，可以除去1/4的微塑料，比如说华盛顿、纽约就是软水。原理非常简单，那么高温有助于水中的矿物质跟塑料微粒结合，形成水垢并沉淀出来，然后附着在容器的底部和壁上。但是这个方法有个缺点，一是不能除去所有的微塑料和纳米塑料，二是比较麻烦。作为这个办法的升级版本，如果有条件，可以安装反渗透净水器，它几乎可以除去水中所有的微塑料，再不用煮沸。那反渗透过滤器有一个最核心的部件，就是 RO 膜，反渗透膜。它的原理是利用压力将水分子挤过一层非常精细的半透膜，这层膜上的孔径是非常小的，只有水分子才能通过。绝大多数杂质，包括溶解的盐类、矿物质、有机物、细菌和病毒都被拦截下来了，当然也包括微塑料。研究发现呢， RO 膜可以去除高达 99.9% 的水体中的微塑料。RO 膜的孔径非常小，远小于大多数微塑料的尺寸。如此小的孔径使得微塑料无法通过 RO 膜，这是个简单却有效的净化水的方法。那这样你就能喝上真正干净的水了。在过去的100年里，五花八门的塑料产品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100年之后，人们开始体验这种便利之后的健康损害，这给那些喜欢使用塑料餐具、塑料包装的人提了个醒。即使 PVC free 也没用，陶瓷玻璃可能才是保存食品最安全的容器。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直接用塑料袋盛装入口的食品，有些食品还有醋酸和盐，那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对于普通人来说，微塑料只是诸多威胁中的一种，人类呢还给自己设下了好几种陷阱，比如说农药和除草剂、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内分泌干扰物等等。那这些威胁不仅损害现在活着的人，更会损害未来的子子孙孙。他们的产生都只是因为一个原因：执政者和资本家的无知、贪婪和只顾眼前利益。无知者无畏，他们最终将为短见买单。好了，关于怎样减少微塑料的危害就谈到这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欢迎评论和转发，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可能某个新话题正是你所感兴趣的。谢谢收看，下次见。